在大雪天还能保持如此沉稳情绪，辉宝真是在宝家独树一帜。爱宝身上的稳重真让辉宝遗传来了，以前就连福宝都无法抵挡下雪的诱惑，一到下雪天就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而辉宝这里却表现得有些脱俗，就连瑞宝都在园区转来转去，好奇的不行。辉宝慵懒地躺在小亮台上，感觉下一秒辉宝很可能要入睡了。很快雪越下越大了，辉宝爬起来时，左侧脸颊上裹了一层雪，像是刚刚偷吃了小蛋糕，沾上了奶油。一会儿，辉宝从树上下来了，故意挑衅了一下姐姐，然后逃走，来到坡前，一个自然的侧躺，接着就丝滑地滑到了坡下。辉宝是越来越会玩了，刚才不从树上下来，看来是因为雪还不够大。瑞宝、辉宝在争斗时，江爷爷这里则是正在玩着更有趣的东西。只见江爷爷拿着一根竹竿，不断地敲打着园区路旁的竹林，这是因为大雪覆盖在周围的竹子上，给旗都压弯了腰。如果不及时清理，雪太重了，就容易给竹子压断，甚至会砸伤游客。而为了纪念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圣西姨母还特意为瑞宝、辉宝制作了小礼物，是瑞宝、辉宝钟爱的小零食，竹子上插着小苹果和胡萝卜，这是圣西姨母雕刻的雪人造型。别说你还真别说，抽象着去看，还真像是个雪人。辉宝见到后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了。辉宝让姨母赶紧给自己，姨母让辉宝稍安勿躁，让辉宝等姐姐一起吃。小馋鬼辉宝可等不了，硬是拉着姨母，让姨母先喂给自己一口。宝今天也是宝宝，看到瑞宝、辉宝每次在树上不下来，都会有小零食吃。今天爱宝也爬上了树，不打算下去了，也体验一下在树上吃小零食的感觉。今天爱宝带着辉宝在室外玩耍了一会儿后，就回室内了。爱宝在小亭子上吃过竹子，看到瑞宝、辉宝在树上每天都玩得这么开心，自己今天也想体验一下，于是爱宝3、2下就爬上了小树。姐妹俩这里对妈妈的到来也很新奇，但是辉宝这里仿佛有些不满，因为爱宝所在的地方是以前辉宝所常住的地方，看到妈妈霸占了自己的地盘，辉宝也不管母女情了，站起身就跟妈妈开打。被挤开的瑞宝一脸无辜，这让以往宽敞的小树突然变得拥挤了。瑞宝也不想谦让，一家3口在树上挤来挤去，最后被夹在中间的辉宝被爱宝和瑞宝挤了下去。辉宝虽然被挤下去了，但又重新爬了上来。而这时瑞宝正揪着爱宝的脸蛋呢。姐妹俩真是抢起地盘来，连亲妈都不放过。什么母慈子孝，在领地面前，瑞宝、辉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母慈子孝。姐妹俩对着爱宝疯狂输出，但是爱宝却没有出手去碰瑞宝、辉宝。瑞宝、辉宝折腾了一会儿后，发现自己根本撼动不了妈妈，于是老老实实走到了另一侧。而姐妹俩殊不知，以前这棵小树只属于妈妈自己，妈妈以前也和他们一样喜欢在小树上玩耍，只是因为有了他们，妈妈才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小树，将小树让了出来。但是姐妹俩现在懂得抱团了，以后不管在哪，只要姐妹俩在一起，就不会被任何人欺负。1个星期里，总有几天不想去室外园区玩耍，而辉宝和爱宝不一样，今天他们来室外后，室外园区突然下起了小雨，但辉宝仍选择了义无反顾地爬上了小树，站在树上迎接雨水。下雨天爬树，这还是辉宝的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大自然，有助于辉宝对环境的变化和感知。而爱宝这里更是淡定，任凭雨下的再大，依旧不妨碍爱宝吃竹子。而辉宝则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有些失神，盯着园区外面看入迷了。爱宝这里吃完小木床上的竹子后，又淡定地来到了小亭子上。爷爷们这时都害怕了，此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真怕辉宝和爱宝在外面淋坏身体。辉宝这时还坐在高高的树上，淡定得不得了，小脑袋搭在手上，欣赏着雨中园区的风景，甚至还慢慢地闭上了眼，感觉像是睡着了。淋着雨也能睡着，这也是没谁了。辉宝还是太全面，太懂享受了。一会儿雨越来越大了，辉宝被雨淋了起来。辉宝感觉到了雨天的可怕，赶紧从树上下来，下来后还喊妈妈，让妈妈别吃了，赶紧回家收衣服了。辉宝从树上下来后，一溜烟跑进了通道门口，但是走到通道门口，辉宝又停了下来。辉宝是在等妈妈，怕妈妈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辉宝掉头走回来，站在园区，一直等到妈妈吃完后，这才和妈妈一起走了回去。而辉宝老爹今天就很懂享受，因为外面下雨，乐宝今天便没有去室外，一直在园区听着雨声睡着觉，很是享受。辉宝在晃动身子时，原来尾巴也能这么飘弹。天气现在越来越冷，可对大熊猫来说则是越来越舒服，尤其是今天的温度，将爷爷都穿上大棉袄、大棉裤，在外面玩手机都得戴手套了，不然都冻手。而瑞宝、辉宝这里天一冷火力越旺盛，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走个不停。虽然姐妹俩平时反骨很重，但是大多时候还是怂怂的状态，活动范围必须要在妈妈身边才行。
看到妈妈坐下吃竹子了，姐妹俩这里开始爬妈妈头顶的树。虽然姐妹俩也不知道去到树上干嘛，但是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很忙，姨姨们就不会说自己上班摸鱼。瑞宝爬到了小亮台上，辉宝则坐在了树杈中。瑞宝伸手摸了摸辉宝的头，夸赞了一下妹妹越来越厉害了。一会儿，瑞宝、辉宝回家后，节目仍未停止。辉宝趴在独木桥上，正酝酿着青团。好奇的瑞宝这时突然凑了上去，突然青团砸到了瑞宝的脸上。瑞宝被辉宝的青团熏到了，赶紧打着气味转身离开。这状态真的是被熏到了。而姐妹俩今天在调皮时，江爷爷这里则一直在园区外面来回观察着宝家成员的状态，每天都有在记录乐宝他们当天时的样子，同时在构思是不是该给宝家造雪了，毕竟已经立冬了。这可是江爷爷当时立下的承诺。圣系姨母被不想回家的瑞宝给嘲笑了。圣系姨母蹲在小亭子上苦笑连连，姨母将小苹果放在小亭子上，以为瑞宝看到小苹果就会从树上下来，但结果却是瑞宝并不想下去，只想吃姨母亲手投喂的。这时下班点到了，姨母跟姨姨挥手说再见。此时圣系姨母一定想让游客们赶紧离开，毕竟自己现在的样子太尴尬了。姨母半蹲在小亭子上，抬着头仰望着瑞宝，但瑞宝硬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姨母向来只会来软的，这要是老宋头或许都爬上树了。这种收熊的工作还是得让老宋头来。白天时，姐妹俩就很黏着老宋头，看到爷爷来了就立马抱住爷爷的大腿。而辉宝和爱宝今天下班时就很顺利，母女俩商量好了结伴回家，分工明确，一个在通道门口守着，一个给饲养员敲门。敲完门后就一起坐在通道门口处等着。辉宝这乖巧的模样越来越像个大孩子了。很快通道门打开，辉宝和爱宝同步起身，一起走进通道门里回了家。而瑞宝这里在姨母来之前一直趴在小树上睡觉，好在姨母来了之后瑞宝醒了，但是姨姨们走之前都没有看到辉宝从树上下来，而姨母就这样一直坐在树下苦等。瑞宝、辉宝这一上一下的给圣系姨母的拉扯都快给姨母跳上小天鹅了。姨母上次有双倍快乐的时候，还是姨母在来爱宝乐园之前养狗狗的时候，毕竟那时候照顾的狗狗多。自从来了爱宝乐园，10几个饲养员只围着福宝自己转，谁都想碰，但不是谁都能碰到的。而爱宝和乐宝都是成年大熊猫，不能随便碰，而且以前福宝时只能撸一只，而且那时候圣系姨母还是在2个爷爷允许下才能摸摸福宝，毕竟那时候2个爷爷比谁都喜欢福宝，根本不会让其他人乱摸，给福宝宠的不要不要的。当然那时候姨母只是偶尔摸摸福宝，但福宝给姨母的情绪价值老是那么富足。而现在不一样了，江爷爷现在升主管了，管着半个爱宝乐园的动物，宝家这边就更需要姨母帮忙了。所以自从瑞宝、辉宝出生后，圣系姨母这里也从以前的助手身份变成了主管饲养员，而且现在还是2只了。圣系姨母可以随便撸了，也可以体验老宋头当时半夜偷偷来撸熊的快乐了，也开始从觉得老宋头疯渐渐的理解老宋头，甚至成为老宋头了。而且姨母的宿舍比老宋头家还要近，宝家有点事情很快就能过来了。姨母成为主管饲养员后，宝家成员也体会上了女生的细心感，以及女生对女生们的偏爱，就像当时圣系姨母会把最鲜嫩的竹子偷偷喂给福宝，现在姨母更懂爱宝的辛苦，也更懂瑞宝、辉宝小女生们的情绪。而老宋头也可以干点维护秩序的工作了，顺便还可以和游客们合影，在园区外面替宝家成员营业一下。辉宝为什么比瑞宝胖也是有原因的，江爷爷刚喂过盆盆奶，辉宝这里又来到了爱宝这里继续吃奶。辉宝扑在妈妈怀里，小嘴咂巴个不停。瑞宝这里只顾跟爷爷玩，瑞宝感觉不到饿的话是不会吃东西的，而辉宝这里则是不感觉到撑是不会停的。姐妹俩刚好相反，爱宝走去哪，辉宝就跟去哪，一直吃到给自己吃撑为止。爱宝一边喂辉宝，自己也要一边吃东西。而此时隔壁房间的乐宝又在找活了，爷爷拍到了乐宝正在方便的画面，但乐宝看到奶爸后还特意翘起了腿，故意对着奶爸。乐宝有点过于客气。而这周江爷爷还回应了关于瑞宝、辉宝室外园区的噪音问题。江爷爷借据爱宝现在正惬意拉青团的样子，表示爱宝此时的状态就可以回复这个问题。这些声音对爱宝和瑞宝、辉宝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爱宝舒服着呢。一会儿爱宝在室外园区睡着了，爷爷担心的表示爱宝不要睡在室外，要是被陌生人抱走了怎么办呀？爷爷担心他这宝贝女儿被人抱走，不过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毕竟乐宝一直都在室外睡，也没人知道。当然爷爷这个担心一部分也是因为爱宝是有这个魅力的。最后江爷爷还表示爱宝和乐宝的健康管理层面又加入了新的训练环节，
不仅只会测血压了，而且为乐宝爱宝加了更健康的血压管理，让大家们不用担心爱宝和乐宝的血压问题。饲养员们一直都有在好好照顾爱宝和乐宝。